大家好，今天要说的这桩事，保证让你听到最后嘴巴都合不起来。因为有人晚节不保，有人心机一袭，还有人开户变董娘，结果全村差点大罢免。什么叫做一脚踏进烽火轮流转的命运齿轮里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什么叫做娶个嫩妻，整组换新戏。江家最近闹哄哄的，不是小孩考试没考好，不是股票跌停板，而是那位江春发老董年纪一大把了，居然闪婚，对象还不是什么邻家阿姨，而是看护，而且还嫩得可以叫一声小姨子那种。你说这是爱情来的太快像龙卷风，还是天命难违呢？你以为老董开心，迎来了人生第二春，结果却是第二灾难的开始。这边林乐乐苏燕被事气得不行，直接对江永轩、吴正浩是下最后通牒：你要搬出去是吧？不行，你现在是我们江家最后一道防线了，给我留下来，帮庄家敏、黄锦文氏一起守护这间主错也要守，难不成是怕哪天肖丽芬、楚宣氏带着榔头来改建成为豪宅？你还真猜对了一半。这位肖小姐不只是有行动力，连情场也有一套。她靠一张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脸，就让江春发那一副老番茄的心整个融得一干二净。结果才刚以为成功套牢，转角马上遇到了一个暴雷大 boss， 自己的儿子林敏贤、洪傲军士。这位仁兄一看到妈妈那一副风骚的模样，直接原地开骂：你是我妈耶，怎么可以拿自己去换遗产？气得肖丽芬整张脸比日落还惨烈。你以为戏到这里差不多了？不好意思，还没完。整个江家像打翻的火锅，谁都不肯退一步。江永轩陷入左右为难，一边是乐乐的期待，一边是春发爸的荒唐操作，另外一边还有庄家敏在拼死守家园，甚至连江云飞、严小云氏都从边缘妹妹变成了战斗小钢炮，准备给这一场戏补上一记回马枪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家庭伦理剧，这根本是继承权争夺大作战。从嫩妻、老董、儿女、前妻、继子女全员出动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到底这一场好运来是不是反而是祸不单行，还是有人早就暗藏玄机？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那一位老董，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快半个甲子的看护，结果家人全数反水，晚年被孤立，还被怀疑脑袋进水，这笔人生账算起来，到底划算不划算？而肖丽芬这一边为了翻身，不惜搭上整个形象牌，结果儿子不停，亲戚侧目，到底赌赢还是输光老本？再看看林乐乐、庄家敏这条线，一个靠情感守家，一个靠理智撑局。女人若真狠起来，整个局势真能够180度翻盘。江家会不会最后出现内部清算大行动，把老董的嫩妻做梦计划给推翻？还是有人会意外的获得关键的支持，反将一军呢？真相其实就藏在那一场激烈对峙之后。原来肖丽芬这一场嫁入豪门的行动早已经有布局，她趁江春发病情加重的时候伺机取信，不只是获得赵户信任，还试图修改财产配置。但她爸爸没有想到，林敏贤其实偷偷的保留了他的录音记录，一封封语音，一句句甜言蜜语，全都当成呈堂证供。最终江春发虽然心碎，但理智线没有断。他在家族会议上面宣布撤销遗嘱变更，财产归原配跟子女平均分配。肖丽芬也因此被逐出家门，只能回原本的护教中心，全家大和解。江云飞甚至主动提出组成家族信托，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。这出戏如果没叫做好运来，可能还叫做遗产风暴，真的是风生水起，连梦都不敢做的这么曲折离奇。看完这支故事，是不是发现家不是比谁的手段高，而是看谁记得初心？当金钱凌驾于情感，最终
都会被良心追上。送上今天的4句诗作结语：嫩妻巧语惑老翁，家族争权起暗风。心机算尽终归错，落叶归根梦一空。如果你也觉得这出江家大戏让你脑袋冒烟，情绪拉满，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跨界茶话间，下集还有更精彩的内幕爆料等着你来挖。最后祝大家家庭和睦，情感清明，财产自由。我是阿峰，我们下次见。